一群狮子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可怕？你见过狮子猎杀大象的画面吗？你听说过巴巴里狮吗？狮子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猫科动物，它是非洲草原上的顶级猎食者，也是体型仅次于老虎的第二大猫科动物。它与老虎一样，都是各自领地内的王者。一头成年非洲狮的体长最长可达 3.3 米，体重最重可达500多斤。它拥有大型猫科动物的各项特征，也具备狼群的协作能力。无论是战斗力还是凶猛程度，狮子都是一种相当可怕的野兽。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深入了解一下关于狮子的10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懒惰。你可能很难相信，外表威猛的狮子其实是一种非常懒的动物。它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睡觉，一天24个小时，但是睡觉的时间就需要用掉18到20个小时。如果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它们甚至可能会将睡眠时间延长到24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个大家伙除了吃喝拉撒，剩下的几乎就是睡。当然了，狮子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因为懒惰。由于它们生活的地方气候炎热，所以在气温较高的时候到处溜达就会加快身体的能源消耗，所以在白天狮子通常都会趴在树下休息，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身体的能耗，保持体力，因为只有休息好了，遇到猎物时才能提高自身的捕猎成功率。第9个，味道。大多数猛兽的身上通常都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当其他小型动物闻到后就会纷纷躲避。作为草原之王的狮子自然也不例外，你可能很难相信，外形威猛霸气的狮子实际是世界上最臭的动物之一，特别是雄狮。造成它们体味加重的主要原因，主要就是生存环境。由于狮子生活的地方位于赤道附近，这里常年的温度都很高，即便是在雨季，气温也都保持在30度左右，又闷热又潮湿。这种环境会让狮子浓密的鬃毛滋生出很多的细菌，细菌会在狮子的毛发上逐渐发酵，形成恶臭。外加上狮子在野外有时候找不到猎物时，也会吃腐肉。腐肉在炎热潮湿的非洲特别容易腐烂变质，狮子在吃这些腐肉的时候，一些残渣就会粘在皮毛上，从而形成另一种臭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狮子不喜欢洗澡，确切点说，也不是说狮子不喜欢洗澡，而是不敢洗澡。但这并不意味着狮子怕水，狮子与老虎一样也会游泳，只不过狮子一般并不会轻易的靠近水源，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鳄鱼。尼罗鳄是非洲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它们霸占着非洲的大部分河流，让很多动物都不敢靠近。狮子不到万不得已，通常并不会下到水里，经常不洗澡就会导致身上的异味逐步加重，所以狮子并不是生来就臭，环境恶劣无奈之举。第8个，力量。作为世界第2大猫科动物，狮子的力量也是相当强悍的。一头成年非洲狮的体长最长可达 3.3 米，体重可达500斤以上，它的嘴里长有长达6厘米的犬齿，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600多斤。这种咬合力虽然比不上老虎和美洲豹，但千万不要忘记了，狮子的攻击手段并不完全依靠咬合，它们是唯一一种群居的大型猫科动物，主要依靠团队合作狩猎，而不是单纯的依赖咬合力。600多斤的咬合力足以咬碎大多数动物的骨骼。此外，狮子还是所有猫科动物里嘴巴最大的，一头成年非洲狮的嘴巴张开的角度最高可达75度，毫不夸张地说，它一口就能将我们的整个头部给吞在嘴里，非常可怕。从外表看上去，狮子每天昏昏欲睡的样子貌似很笨重，但眼前的这一切几乎都是假象。狮子非但不笨重，它实际上与老虎一样灵活。狮子也能爬树，会游泳，它的奔跑速度比老虎还要快，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80公里，水平跳跃的跨度也达到了惊人的11米。也就是说，这个大家伙1秒钟就可以向外移动20多米的距离，相当哇塞。第7个，雌狮。之所以将公狮子与母狮子单独分开，是因为狮子是唯一的一种雌雄两态的猫科动物。虽然都是狮子，但是公狮子与母狮子的外观差异和生活习惯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母狮的头上没有鬃毛，雄性才有。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动物都是雄性捕猎，雌性带娃，但狮子这种猛兽却恰恰相反。在狮群里，负责出门打猎的往往都是母狮子。由于母狮子的体型小，灵活性较高，所以狩猎成功率往往要比雄狮强很多。除了捕猎，母狮子还负责照顾幼崽以及为雄性狮子提供食物。你没有听错，母狮子不仅要打猎，还要照顾孩子，并且获取的猎物第一时间还要让雄性狮子先吃，等雄性狮子吃完之后，母狮子和幼崽才能吃。总之，母狮是狮群中的主要劳动力，它们承担了维护狮群的大部分责任。第6个，雄狮。
在没有了解雄狮之前，你可能以为他是个渣男，但实际上雄狮的命运远不及看上去那么惬意。你知道吗？野生的雄性狮子几乎很少有自然死亡的，它们要么为了保护领地战斗致死，要么遭遇狮群的驱赶，最终饿死或者病死。总之，想要安享晚年，对于雄狮来说几乎很难实现。毫不夸张地说，雄性狮子想要长大成年，都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狮群与狮群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烈的竞争关系，每个狮群里都需要有一个战斗力很强的狮王来保卫雌性狮子和幼崽，而这个狮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通过战斗的方式进行更换，被打败的就只能被逐出狮群。要知道，狮子是母系社会，狮群里的雄性狮子通常都较少，它们为了避免近亲繁殖，雄性的小狮子大约到2岁左右时就会被赶出狮群自寻活路，而雌性狮子则可以一辈子都待在狮群里。这些年轻的雄性小狮子被赶出去之后，就会四处游走，寻找其他的狮群进行挑战，战胜之后就可以惬意的享受狮王的待遇，但是一旦战败就很有可能会丧命，这就是为什么雄狮的脸上一般都会有很多疤痕的主要原因。第5个，威胁。作为草原之王，按理说狮子是不惧怕任何动物的，但是在危机四伏的非洲大陆，实际上有很多动物也可以威胁到狮子。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对狮子威胁最大的不是猎狗，也不是大象，而是经常被狮子捕杀的非洲野水牛。非洲野水牛也叫非洲野牛，这种野牛的体长可达 3.4 米，体重可达 1.5 吨。它是一种群居动物，一群的数量最高可达上千头。这种野牛虽然只是一种食草动物，但性情却极其凶猛。当遇到威胁时，它们会一拥而上，利用尖锐的牛角进行反击。不仅如此，有时候它们甚至会主动出击。在非洲，这种野牛唯一的天敌就是狮子，但相反，每年杀死狮子最多的动物也是非洲野牛。由于狮子为了捕猎经常会接触到这种野牛，所以被野牛反杀的几率也就会大大提高。虽然猎狗群是狮子唯一的竞争者，但它们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和狮子争夺食物，并不会轻易的与狮子开战。能在短时间内干掉狮子的，除了人类，也就只有这种非洲野水牛了。第4个，鬃毛。雄狮的鬃毛看上去貌似很不合理，因为在炎热干旱的非洲大陆，脖子上长有一圈厚厚的鬃毛，怎么看都感觉不舒服。但存在即合理，雄狮的鬃毛其实有很大的作用。首先就是吸引异性，鬃毛越长越浓密，也就更容易得到异性的青睐。这主要就是因为较长的鬃毛可以反映出雄狮的成熟度和健康状况，往往鬃毛越黑越浓密的雄狮，身体状况可能也就越强壮。第2点就是地位，在狮群中鬃毛越长，地位往往也就越高。第3个就是防御，浓密的鬃毛覆盖着它的脖子和肩膀，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层，在打斗过程中可以为自身提供一定的防御力。最后一点就是震慑作用，在狮群同类之间，他们单看对方的鬃毛就能大概判断出对方的实力，所以鬃毛越是浓密的雄狮，战斗力可能也就越强。总之，狮子头上的鬃毛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彰显实力和保护要害。第3个，吼声。狮子的吼叫声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里最响亮的，它的声音可以达到114分贝，能够传播到8公里开外的距离。你如果对它们的凶猛程度有任何怀疑，只要听它们吼上那么一声，心里就会有答案了。狮子的吼声虽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尖锐，但是低频的震动声却可以让很多动物都心生畏惧。在野外，狮子会通过吼叫去驱赶潜在的入侵者，当一些猎狗或者其他狮子听到时，就会自行离开它的领地。第2个，数量。你知道吗？全世界的狮子加起来的数量还没有它的雕像多，也就是说，狮子的雕像比活生生的狮子还要多得多。狮子这种猛兽在我们国家虽然并不常见，但是在欧洲地区却是权力和贵族的象征。早在古罗马时期，狮子就已经久负盛名了。如今无论是在亚洲还是美洲，几乎世界各地的宫殿、寺庙、府邸、公司、豪宅以及各种大型建筑里都能看到狮子的雕像，以至于这些雕像的数量如今比真正的狮子还要多。其实在100年前，世界上野生狮子的数量曾高达20万头，后来随着人类的数量不断增长，栖息地也在不断扩大，慢慢的就导致人类和狮子的距离越来越近。这1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人类通过各种方法对狮子进行猎杀、贩卖，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下降。到了今天，全世界野生狮子的数量估计仅为2万多头，如果不加以制止，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们很有可能会永远的消失在地球上。第1个，种类。与老虎一样，狮子其实也分为好多种。现存的狮子共有2个亚群、8个亚种。2个亚群就是我们常说的亚洲狮和非洲狮，8个亚种包含了刚果狮、加丹加狮、肯尼亚狮、卡麦隆狮、克鲁格狮、开普狮、亚洲狮以及巴巴里狮。
不同亚种间的外貌特征以及生活习性都有着不同的差异。比如亚洲狮，雄性亚洲狮的头上并没有很长的鬃毛，它们的体型看上去也没有非洲狮那么威猛。它是唯一一种生活在非洲以外的狮子，仅分布于印度的西部地区。再有就是巴巴里狮，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狮子几乎都是群居动物，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狮子都喜欢群居。比如生活在北非地区的巴巴里狮，这种狮子是现存所有狮子亚种里体型最大的，也是最为凶猛的一种狮子。巴巴里狮的生活习性与老虎非常相似，它们并不喜欢结群活动，更倾向于独居，它也是唯一一种独居的狮子。总之，不同亚种之间的狮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看完本期视频之后，不要再认为狮子只有一种了，它们的种类其实有很多。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无人区究竟有多可怕？可可西里的高原深处到底生活着什么样的可怕生物？一只兔子究竟是怎么杀死一个成年人类的？这里为什么被称为人类的禁区？你知道吗？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很多非常凶险且致命的无人区。由于这些地方环境恶劣，危机四伏，所以一直以来都很少有人敢轻易的踏进这片土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地方变得如此致命？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3个无人区，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吞噬生命的禁区。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3个，可可西里。这里是位于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它夹在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整个可可西里的总面积达到了45000平方千米，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这里的平均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全年的平均气温多数都在0度以下，最低气温可低至零下46度，属于寒冷的高原气候，昼夜温差极大，环境非常恶劣。这种地方除了高山、湖泊、草原和野生动物，几乎荒无人烟。导致这里变得如此荒凉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环境。由于海拔较高，所以导致这里的空气中含氧量很低，经常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或动物是很难适应得了这种缺氧的环境的。不过虽然环境恶劣，但是由于这里长期处于原始的生态环境下，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类活动的污染，所以对比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可可西里的景色显得格外美丽。这里的空气透明度很高，用眼睛看上去一切都显得非常清晰。但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景色非常震撼的地方，实际上却是一个吞噬生命的禁区。曾经有无数探险者想要深入可可西里的腹地一探究竟，可结果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命丧于死。真正进入到可可西里无人区腹地的人类实际上寥寥无几。这里除了环境恶劣，其实更可怕的还有野生动物。你知道吗？在整个可可西里生活了有多达23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野狼、野牦牛、雪豹，甚至熊这种大型野兽。如果身处这里，以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有足够的能力置我们于死地。要知道，身处高原缺氧的环境下，我们的体能是非常虚弱的，一旦遇到狼或熊这种野兽，多数人是根本没有足够的体力能够与其周旋的。此时我们的逃跑能力也会因高原反应而直线下降，并且生活在高原地区的野兽性情与凶猛程度往往都要比平原地区的动物更加可怕。因为这里的动物几乎很少会见到人类，所以它们可能并不会惧怕人类，特别是野生的牦牛。如果不幸遇见一头野生的牦牛，是极其危险的。这时候即便你待在车里，可能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要知道，一头成年的野牦牛的体重最重可达半吨以上，一头暴躁的野生牦牛完全有能力将一辆行驶中的吉普车顶翻，并且受惊的野牦牛会变得极具攻击性，它们有足够的能力置我们于死地，非常危险。再有一个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一只兔子也能够威胁到我们的生命，这不是危言耸听。要知道，身处空气稀薄的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如果此时突然窜出来一只兔子，很有可能会吓我们一跳。在这种缺氧的环境下，一旦受到惊吓，就会导致我们心跳加速，心跳加速就会引发高原反应的加剧。如果对于一些本身就患有心脏疾病的人来说，在缺氧的环境下一旦受到惊吓，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的。除了野生动物，这里还有很多流沙和沼泽。受高原气候的影响，在可可西里的地表下，有些地方是薄薄的一层冻土，而冻土的下面很有可能就是流沙或者沼泽。如果只身一人一个不小心陷入到流沙和沼泽里，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除此之外，无人区的致命因素还有迷失方向。如果身处可可西里的无人区腹地，我们大部分的电子设备几乎都会失灵，包括 GPS 和指南针这种工具。因为在可可西里的地下有很多矿产资源，受一些铁矿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指南针失灵，从而使我们无法辨别方向。要知道，在这种环境下，一旦迷失方向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内走出无人区，一旦食物与水源耗尽，大概率只能原地等死。因为就算你找到了一大片湖泊，这里的水也不能喝，因为这些湖泊都是含盐量极高的咸水湖。如果不慎喝下这种咸水，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含盐量增加，这样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缺水所带来的不适，反而会加剧我们体内的水分流失，从而导致我们的身体机能快速下降，非常危险。从以上的种种致命的因素中不难看出，可可西里无人区绝对算得上是人类的禁区。从2020年开始，这里就被禁止进入，所以还望各位领导千万不要盲目闯入这里，因为这里的危险程度其实要远在我们的认知之外。好，第二个，撒哈拉沙漠。你知道真正的撒哈拉沙漠深处究竟有多危险吗？撒哈拉沙漠位于非洲的北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沙质荒漠，整片沙漠的面积达到了932万平方千米，这相当于24个日本的国土面积。这里的环境要比可可西里恶劣得多，致命程度也要比可可西里高得多。如果想要只身一人穿越撒哈拉沙漠，基本上毫无可能。要知道，真正的撒哈拉沙漠深处是根本没有人类的，这里一眼望去，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沙子，基本上没有任何植物。这里白天的温度最高可达58度，地面沙子的温度更是高达70多度。最为致命的就是一到了晚上，这里的温度最低会降低至0度，昼夜的温差极大。而我们人类是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温差转变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连续3天不喝水仍可以存活，但是在这里1天不喝水就有可能会丧命，因为撒哈拉沙漠白天极高的气温会加速我们体内水分的流失，并且在这种地方想要找到一处水源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沙漠中可能会有绿洲，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一旦水源耗尽，我们几乎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体力去继续寻找水源，可能还没等找到绿洲，我们就被晒死了。然而炎热与缺水并不是这里唯一的致命因素，其实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仍生活着很多对于人类非常致命的动物，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一种沙漠蝰蛇。巨鳞蝰蛇是一种生活在沙漠地带的一种毒蛇，这种蛇的性情非常凶猛，易发怒，并且极具攻击性，被它咬一下致死率会极高，特别是身处炎热干旱的沙漠地区，一旦被它咬到，如果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救治，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除了毒蛇，与其一同生活在这里的还有一种致命的剧毒蝎子，这种蝎子就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蝎子——以色列金蝎。以色列金蝎也叫巴基斯坦毒蝎，这种蝎子的外观看上去并没有多恐怖，但是它的毒液却足以令我们闻风丧胆。你知道吗？这个小家伙的毒性位列世界10大毒王的第5名，它比眼镜王蛇的毒性还要强。不过由于每一次攻击所向外释放的毒液剂量并不大，所以被它蛰到通常并不足以致命，但这仅限于年轻力壮的成年人，如果换作是小孩子或者老人，它的毒性仍是可以致命的。此外，除了以上那2种剧毒生物，在这里你可能还会遇到非洲野狗、斑鬣狗、撒哈拉猎豹以及秃鹫这种凶猛的野兽。身处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以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有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这时候即便你侥幸躲过了一些危险的动物，接下来等待着你的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同类。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在这种地方遇到人类可能比遇到10条毒蛇更加可怕。因为在撒哈拉沙漠中经常会有一些当地的走私者或者贩运者，这些人往往都是一些全副武装的亡命之徒，他们对陌生人可能并不会有任何怜悯之心。在以往的沙漠死亡案例中，人们发现有很多死者都是被枪击杀害，有些甚至连器官都被摘了下来，非常残忍。要知道，在这种地方一旦遭到威胁，你就是喊破喉咙都没有人能听到，非常危险。好，第3个，南极洲。要说世界上最大的无人区，那非南极大陆莫属了。南极位于地球的最南端，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储藏地，南极的冰雪量占全世界冰雪量的90%以上，这里的冰盖厚度达到了4000多米，如果这些冰盖全部融化，估计地球的海平面将会上升60到80米，这将会淹没绝大多数的沿海城市，而日本的国土面积也会因此而减少。整片南极大陆被南冰洋所包围，它的总面积达到了1424.5万平方公里，这要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上约40%。整片南极大陆几乎都被冰川所覆盖，只有2%的地方没有被冰雪常年覆盖，可以供动植物生存。也就是说，在这片大陆上，几乎90%的区域是根本没有大型生物存在的。南极大陆的内陆地区环境非常恶劣，这里虽然到处都是冰雪，但是却非常干燥，其干燥程度要比炎热的撒哈拉沙漠更加严重。主要原因就是在南极的内陆地区温度极低，极低的温度使得水蒸气很难存在，并且整个南极大陆的年平均降水量仅为55毫米，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有长达几百万年没有下过雨，这就会导致这里的空气变得非常干燥，即便身处到处都是冰雪的环境下，我们的身体依然会有脱水的风险。另外，除了干燥，其实更致命的就是这里的温度，这里的最低温度可低至零下89.2度。要知道，在这种温度下，如果将我们的皮肤或者手指裸露在外面，仅需短短的几秒钟就足以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冻伤，
并且在内陆地区一年中有300多天的时间，这里都会刮着8级以上的大风，有时候风速甚至会达到每秒100米，这种风力几乎相当于12级台风的3倍。正是因此，使得南极大陆成为了世界上风力最大和最干燥的一块大陆。人如果身处这种环境下，超低的温度加上大风，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热量加速流失，如果没有充足的保暖装备，极有可能会被永远的冰封在这里，并且暴风雪一旦来临，就会降低能见度，从而使我们无法辨别方向。地面上白茫茫的冰雪还会导致我们患上雪盲症，白色的冰雪会将阳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从而使我们的眼睛受到损坏，导致视力减退。更致命的还有冰缝，由于整片大陆都被厚达上千米的冰雪所覆盖，所以在一些雪层的下面会藏有很多冰缝，这些冰缝很难被人发现。此时如果一个不小心掉进这些冰缝里面，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非常危险。除此之外，在南极大陆的内陆地区，可能没有任何可以供我们食用的食物和水，这里到处都是暴风雪，基本上没有任何植物以及动物，所以在这里一旦食物耗尽，几乎是必死无疑。虽然在南极大陆上驻扎了很多科考队，但这些科考人员通常也仅在科考站的周围活动，一般情况下也不敢贸然进入南极大陆的内陆，因为在这里一旦遇到一种名为乳白天空的景象，是极其危险的。乳白天空也叫乳白景象，在南极的极地区域，当阳光照射到类似于镜面的冰层上时，冰层就会立即将阳光反射到低空的云层中，而云层则会再度将光线散射到地面的冰层上，这样来回的反射就会产生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乳白色光线，此时周围的景象就会变成雾蒙蒙的乳白色，让人一时分不清楚天与地。这种景象看上去可能感觉很梦幻，但实际上却极其危险，因为一旦人身处这种环境下，就难以辨别方向，并且我们的视线也会产生错觉，严重时还会让人头昏目眩，甚至失去知觉而丧命。1971年，一名美国人就曾驾驶一架 LC-130大力神飞机，在这里遇到了乳白色的天空，突然就与地面失去了联系，至今为止仍下落不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极地探险家曾经因为遇上这种乳白色天空而险些丧命，非常危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是谁吗？你见过体长超过10米的大蟒蛇吗？在我们的印象里，爬行类动物貌似都是一种单是听起来就觉得非常可怕的生物。的确，因为在很久之前曾经统治地球长达1亿多年的恐龙就是一种爬行动物。现如今恐龙灭绝后，地球上现存的爬行动物其实依旧非常可怕。由于体型较大的多数都是鳄鱼，所以本期视频黑兔找出了多种不同种类爬行动物中的最佳者，也就是包含蛇类、蜥蜴类以及龟类等等不同种类的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科莫多巨蜥，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这种蜥蜴的平均体长都在2到3米，最长可达3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300斤以上。它们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炎热干燥的地方。在它们的活动区域内，科莫多巨蜥是顶级掠食者。这个大家伙几乎可以捕食它所在栖息地内的任何动物，像些野猪、猴子、蛇，甚至是自己的同类，它们都会捕杀，当然也包括人类。它是一种不挑食的食肉蜥蜴，无论是新鲜的猎物还是腐烂的动物尸体，对于科莫多巨蜥来说都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嗜好，就是喜欢挖掘人类的坟墓，目的就是为了吃到地下埋葬的尸体。科莫多巨蜥长有坚硬的爪子，它们具备挖开泥土的能力。当食物匮乏的时候，它们就会到处寻找动物尸体吃。在这期间，如果一些人类的坟墓被它发现，它们有时候也会挖开泥土将其吃掉，即便是腐烂的肉，它也可以接受，非常可怕。对了，再有就是这种巨型蜥蜴还是一种携带剧毒的物种，它们的口腔里布满了很多致命的细菌，在野外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它咬到，足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第9个，网纹蟒，它是世界上现存体长最长的一种蟒蛇，也是世界上绞杀力最强的蛇。网纹蟒也叫霸王蟒，这种大蟒蛇多数都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各种环境下，比如热带雨林、草原，甚至一些河流湖泊里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这种大蟒蛇体型巨大，体长最长可达12米以上，体重可达300斤以上。之前一些老人经常说的会吃人的大蟒蛇，可能多数就是这种网纹蟒，因为这个大家伙完全具备将一个成年人类吃掉的能力。在印度尼西亚，大蟒蛇吃人的事件曾发生过很多起，其中这种网纹蟒就是为数不多的一种会吃人的蟒蛇。另外，网纹蟒虽然体型巨大，但并不携带毒素，它是一种无毒蟒蛇。在捕杀猎物时，它们会将猎物缠绕起来，通过收缩产生极大的压力，将猎物绞杀致死，然后再将其整个吞下，非常可怕。好，第8个，绿水蟒。绿水蟒其实就是生活在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森蚺，
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这种蛇的体长可达8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400斤以上。森蚺的长度虽然没有东南亚的网纹蟒长，但是体型要比网纹蟒粗得多。它与其他的蟒蛇一样，也是一种体型巨大的无毒蛇。它们主要都分布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在这里它是顶级掠食者。另外，森蚺是一种习水的蛇类，它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度过，在水里它几乎可以猎杀绝大多数的动物，包括与它一同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黑凯门鳄。不仅如此，即便是登上陆地进入森林，也没有几个动物是这种森蚺的对手。即便是咬合力最强的猫科动物美洲豹，有时候也会遭到大型森蚺的捕杀。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亚马逊河里还是亚马逊雨林里，这种森蚺都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除了人类，它们没有天敌。第7个，康托尔巨鳖，它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淡水鳖。康托尔巨鳖在我们国家称之为螈，螈是鳖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体长最长接近2米，体重可达200斤以上。这种大老鳖主要都分布在亚洲，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的地区都有分布。它们主要都活动在内陆地区，通常都喜欢栖息在一些流动缓慢的淡水河以及一些湖泊中。这个物种是一种伏击捕食者，性情也异常凶猛。它与绝大多数的甲鱼一样，一旦咬住我们的手指，轻易不会松口，非常可怕。它是肉食性动物，在水中主要以一些软体动物和鱼类为食，它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潜伏在水下，很少会露面，因此想要亲眼见到它们的几率极小。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它们的数量。由于鳖这种动物在很久之前就一直被当作一种食材或者药材，所以长期以来它们遭到了人类大肆的捕杀。如今随着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外加上一些河流和湖泊遭到污染和破坏，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几乎濒临灭绝。在我们国家，这种大型老鳖属于1级保护动物，非常罕见。第6个，北美鳄龟。北美鳄龟是鳄龟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淡水龟，同样它也是北美地区体型最大的淡水龟。成年的北美鳄龟的龟壳长度可达80厘米，体重最重可达400斤。这种龟主要都分布在美国东南部的淡水中，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龟类。之所以被称为鳄龟，是因为它的下颚力量极大，并且龟壳表面看上去与鳄鱼的皮肤比较接近，而且这个家伙几乎是一种完全肉食性的龟类。在野外，它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它可以抓到的猎物。你知道吗？这个家伙的咬合力甚至比狮子和老虎这种大型野兽还要高。鳄龟的攻击速度极快，它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800斤以上，这种力量一口下去足以咬断我们的手指。在野外，像一些水禽、蛇类和其他的一些小型动物，有时候甚至是小型鳄鱼，北美鳄龟都有能力将其捕杀。在捕杀猎物时，它们往往会利用自己的舌头去吸引鱼类和其他动物。由于北美鳄龟的舌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粉红色的小虫子一样，并且它还可以让自己的舌头模仿蠕虫的动作去吸引其他的鱼类靠近，整个舌头就类似于一个鱼饵一样。等猎物一靠近，它们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对猎物发起攻击，通常一口下去就足以切断一些小型鱼类的身体，非常凶猛。第5个，加拉帕戈斯陆龟。它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龟，这种巨型龟原产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它的龟壳长度最长可达 1.87 米，体重最大可达800斤以上，寿命估计可达200年。这种陆龟仅分布于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它们共有14种不同的亚种，分别都分布在14个岛屿上。由于不同岛屿上的生态环境都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不同亚种的加拉帕戈斯陆龟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大型陆龟是草食性动物，在野外它们的主要食物都是以仙人掌、苔藓、树叶和一些浆果为食。由于这些植物中富含大量的水分，因此加拉帕戈斯陆龟即便长时间不喝水仍能够存活。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它们仍能坚持存活长达18个月的时间，抗饥饿能力很强。在人类没有踏上这片岛屿时，这里曾生活着超过约25万只巨型陆龟。后来由于一些海盗和捕鲸者经常来这里捕捉这种陆龟，目的是为了当作食物食用。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海盗甚至直接将加拉帕戈斯群岛当作补给基地，对岛上的陆龟进行大批量的捕杀。到了1995年，这里只剩下大约15000只。由于人类的侵入，至少3个岛屿上的陆龟已经逐渐的灭绝。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巨型龟数量在急剧减少后，反过来又对它们进行圈养繁殖以及各种保护。如今它们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约19000只。第4个，蜥龟。蜥龟也叫红海龟，这是一种生活在世界各地海洋中的一种海龟。红海龟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900斤以上。不过一般情况下，成年的红海龟的体重也就在300多斤左右，超过900斤的比较少见。这种海龟的外壳通常都为红棕色，它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在水中主要以一些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
在世界上所有的硬壳龟中，这种红海龟的体型是最大的。另外，这种红海龟的头部较大，它的下颚力量很强，一口下去就可以轻易的将海螺这种硬壳动物的外壳咬碎。这个家伙的寿命也很长，它们需要30多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性成熟。在野生环境下，它们的寿命可达70岁以上，甚至更久。不仅如此，你知道吗？在它们的龟壳上还生活着多达100多种小型动植物群落。它的龟壳对于这些小型生物来说，就像是一块漂浮的陆地。第3个，棱皮龟。这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海龟棱皮龟。棱皮龟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以上。它们主要都分布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热带海域的中上层。它与其他海龟不同，棱皮龟的龟壳没有骨质甲壳，龟壳不够坚硬，它的龟壳就类似于一种厚实坚韧的皮革一样，比较柔软。但即便是这样，它仍能够下潜到深达1200多米的水下寻找食物。要知道，在这种深度下的水压是非常可怕的。在水中，棱皮龟主要靠捕食水母为食，并且它的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以水母为主。你知道吗？这个大家伙的外表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多恐怖，但是它的嘴巴内部却非常吓人。棱皮龟的嘴里没有牙齿，但是在食道内侧却长满了很多角质皮刺，密密麻麻的，看上去非常可怕。它就是依靠这些角质皮刺将食物磨碎，然后再送到自己的胃里消化掉。在寻找食物时，它们最怕遇到的就是人类丢在海洋里的塑料垃圾，特别是塑料袋，因为一些白色的透明塑料袋在水中看上去与水母很像，外加上棱皮龟的视力又不好，所以它们很容易就会将塑料袋当作水母食用。一旦误食这种塑料袋，就会给棱皮龟的肠道造成堵塞，从而无法继续进食，最终只能等死。这些塑料垃圾在为人类带来方便的时候，同时也在为其他生物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野外，希望各位领导一定要爱护地区的生态环境，不要乱丢垃圾，可能我们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无意间杀死一个生命。好，第2个，尼罗鳄。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第2大爬行动物，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淡水捕食者。你知道吗？尼罗鳄与我们国家的扬子鳄可大不相同。在非洲大陆，尼罗鳄是少数的一种将人类视为食物的动物。在他们的眼里，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在自己的食谱之内。据统计，尼罗鳄每年的咬人次数高达700多次，其中高达60%都是致命的。相比之下，它几乎是非洲大陆袭击人类致死最多的一种野生动物。而与其一同生活在非洲大陆的草原之王狮子，每年对人类造成的致命袭击才占尼罗鳄的1/8。显而易见，尼罗鳄要比狮子可怕得多。要知道，一头成年的尼罗鳄的体长最长可达6米以上，体重更是高达1吨。它们的嘴里长满了坚硬锋利的牙齿，一口下去可以向外施加高达2吨的咬合力，这种力量足以切断大多数动物的身体，人类更是不在话下。仅需一口，它就可以将我们的身体截成2段，非常可怕。在非洲，它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顶级掠食者，它几乎可以捕杀范围内的大部分动物。对了，尼罗鳄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现象，就是虽然它的咬合力足够强悍，但是它这个大嘴巴的张力却略显不足。由于控制嘴巴张开的肌肉比较虚弱，所以只要捏住它的嘴巴，它就很难张开。即便是成年的尼罗鳄，只要用胶带将它们的嘴巴缠住，一般情况下它就很难再张开。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要想着去捏它的嘴巴，因为只要我们的手一滑，整条胳膊可能就没有了，非常危险。好，第1个，湾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品种，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湾鳄也叫咸水鳄，它是一种生活在咸水中的大型鳄鱼。所谓咸水，也就是海水。没错，大海里也是有鳄鱼的，并且还是相当凶猛的大型鳄鱼。一头成年雄性湾鳄的体长最长可达7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什么概念？体长7米，几乎相当于一辆小型集装箱货车的长度，非常巨大。它与其他鳄鱼一样，也归属于恐龙家族。从2亿多年前诞生至今，它们的外表几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湾鳄的性情非常凶猛，它们极具领地意识。如果一个不小心闯入到湾鳄的地盘，下场是非常惨的。在2战期间，就曾有约1000多名日本兵在撤退期间不小心闯入到了湾鳄的地盘。由于当时天色已晚，并且外围都被英国士兵所包围，所以迫使这1000多名日本兵不得不在沼泽地中过夜。而他们所身处的沼泽地正是成千上万只湾鳄的栖息地。仅仅过了1个晚上的时间，这1000多名日本兵就被湾鳄吃得所剩无几。到了第2天早上，只有20几个日本兵活了下来，并且精神都已经失常，场面非常残忍。由此可见，湾鳄这种爬行动物绝对足够恐怖。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